太巧了。李晨和韩宇是大学同学，已经认识5年了。韩宇安静理性，喜欢研究法律和哲学。李晨性格开朗，爱开玩笑。不过两人一直是好朋友，也是彼此最熟悉的人。大学毕业后，他们开始忙于各自的生活，有空就打电话或者视频聊天。最近的一个电话差点让他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。我最近遇到一个女生，韩宇的语气听起来有点紧张，又很兴奋。她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实习生。李晨笑了，恋爱啦，这点信息不够啊，赶快再多说一些。韩宇说，不算恋爱啦，我刚认识他，觉得他很特别。他总是穿白色衬衫，短头发，笑起来特别有感染力。他不仅跟我一样喜欢看老电影，而且他也学法律。我还不知道他的全名，只是知道他叫小林。电话这头，李晨先是惊讶，然后低声说，也太巧了吧。我最近也认识了一个女孩，也叫小林。你开玩笑吧？我是在上周朋友的画展上认识她的，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她说她喜欢老电影，还说喜欢穿白衬衫，觉得安全有力量。我当时就觉得我完了，心动了。那一刻，电话两头的空气都安静了。他们回忆起自己知道的小林，他的生日是3月18，他的小狗叫卢卡。他们越聊越确定，他们喜欢的是同一个人。他知道我们认识吗？他应该不知道，我还没来得及在他面前提起你。真是够浪漫也够尴尬的，李晨说。韩宇点点头，我从来没想过会有这种事。李晨叹了口气，我们不仅有一样的眼光，而且有一样的缺点，一样傻。说完，他们一起笑了。他们觉得最好还是都把自己真实的想法告诉小林。但无论如何，他们依然会像从前一样是最好的朋友。几天后，小林收到了2封诚实的告白信。小林很感激他们的真诚，但同时他确实吓了一跳。他这样回复他们，谢谢你们对我的喜欢，但我不适合你们。李晨和韩宇又见面了，坐在老咖啡馆里，像大学时那样点了2杯冰美式。这次我请。好，下次我请你。当然，谁也不希望再有下次了。他们还是彼此最熟悉的人，也希望彼此能得到幸福。给地球的情书。那些旧报纸扔掉以后都去了哪里？拆掉的快递盒子、外卖盒子，回收以后都去了哪里？还有那些碎纸机里的 A4 纸，碎了以后又被送到了哪里？小林之所以思考这些，是因为他的一次搬家。面对一屋子的搬家盒，他困惑了。直到他跟着收废品的货车来到了回收站，看着堆积如山的废弃纸制品，
他惊呆了。小林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跟纸制品打交道。他喜欢看书，家里有一屋子纸质书。他喜欢读报纸，几乎每期报纸都买。他喜欢网上购物，你应该能懂他拿到快递时的欣喜。他的工作更是需要经常打印， A4 纸是他触摸最多的东西。他从小就知道纸制品用过之后要扔到指定的垃圾箱。最后他们都去了哪里？那天网上的一条新闻让小林激动不已。日本的每日新闻设计了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报纸，把植物的种子放进报纸里，看完报纸后再把报纸埋进泥土里。用不了多久，它就能长成花、草，甚至香草。你只需要把它撕成小块，埋入土壤，静静等待，它就会发芽。小林被这个想法感动得说不出话来。他幻想着自己此刻手里就拿着一份这样的报纸。这种报纸已经在日本小学生中大量推广，不仅帮助孩子养成阅读的好习惯，还教会孩子种花，更鼓励他们关爱地球。小林期待着这种报纸能早日普及到各种纸制品中。用完的纸制品不再是垃圾，而是变成一片绿地，甚至是森林。阅读、种植、浇灌、开花，这难道不是我们写给地球的情书吗？为什么要旅行？小林喜欢旅行，也喜欢拍照。他想象的旅行照片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或者是这样的。可实际上常常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甚至是这样的。所以为什么还要去旅行？小林有一个梦想，到世界各地去看看。他想在巴黎铁塔前面留下自己的笑容。他想在比萨斜塔的一边展示自己的力量。他想在圣家堂门口许下自己的心愿。他想在万里长城的一角见证自己的快乐。他还想在金门大桥的一边照到自己的人生照片。他在网上看了很多别人的照片，想象着应该用什么样的拍照姿势。他甚至想象着这些照片在修图软件和滤镜的帮助下光彩照人。渐渐的，小林发现真实的旅行跟自己想象的不太一样。在巴黎旅行的5天里，有4天下雨，天灰蒙蒙的。小林的衣服和鞋子都湿了，他很冷，也很累。比萨斜塔周围的游客们都在努力地摆姿势、找角度。就在小林也专注地推塔时，一个小偷把小林的包抢走了。去圣家堂那天，正好赶上游行罢工，教堂门口人山人海，小林吓得缩在了一边。8月的长城就像一个巨大的烤箱，小林走了一步就热得喘不上气来。金门大桥的风把小林的围巾吹走了，他不得不跑好远去追他的围巾。所以，为什么还要去旅行？巴黎昏暗的街道上，一个来旅游的中国老奶奶找不到酒店了。小林打着伞，一直把老奶奶送到了酒店门口。比萨斜塔前的小偷被一个勇敢的年轻人追到了，
并且帮忙把小林的钱包拿了回来，还报了警。圣家堂门口是一场关于女权运动的游行，游行队伍里的一个大姐姐向小林伸出了手。万里长城上，小林正气喘吁吁地坐在台阶上，一个小朋友递给了小林一瓶可乐。金门大桥的一边，朋友看着追围巾的小林，一边大笑，一边赶忙拿出手机偷拍了这一刻。所以小林想象中的旅行美照好像一个也没有实现，但他获得了这样的宝贵回忆。老奶奶的女儿看到小林后，拿出中国点心给小林。比萨斜塔的一边是一个英雄的背影。圣家堂门口的照片是小林和大姐姐的温暖合照。万里长城上的可乐挡住了刺眼的阳光。金门大桥旁边，小林的头发完全挡住了脸，看不出是哭还是笑。在世界的各个角落，我们遇见不同的人，也被不同的人遇见。我们帮助着别人，也被别人帮助着。这可能就是我们旅行的原因。